哎，又见面了。哎，今天晚上陪阿军出来打台球啊。他最近跟我打台球，每次都输，所以他每天都想翻本。今天要翻本，看今天会不会翻本啊？难哦。不过你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高，我操！这栋楼啊，就是我们这个小镇上面最好的一个娱乐场所。它的2楼是 KTV， 3楼是台球室，4楼、5楼是咖啡店。我们在这个小镇上面啊，基本上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啊。而且最近我经常要在家里帮忙带一下孩子，所以我老婆一般没什么事的话不会让我出来。但是阿军的台球瘾实在是太大了，再加上这段时间每次都输，所以呢天天都想翻本。刚才楼下那个台球室啊，台球桌子被人占了，现在没法打，所以我们先到楼上来喝点东西，顺便跟阿军聊聊车的情况吧。聊聊G5 M95 啊 ，M95 小货车跟 M95没法比嘛。怎么决定了没有啊？那个应该是不是决定不了，他那个应该是入门级的，应该不是最低配的，还是什么配置的？最低配应该是有手动挡的，但是现在没有手动挡。不是手动挡的，越南只有2个版本的嘛，这是。看这个小镇上面的咖啡店环境不错吧？这个楼上也有，不过今天下雨，如果不下雨的话，到楼上去坐非常舒服，晚上还有点冷。这个什么 STD 什么车的吧，也是名爵。STD 啊，你看嘛，它上面这个名爵5啊，这应该都属于名爵5的，因为这个地方这个 LUX 啊，这个是豪华的意思。哦，那这个就是低配的，这上面的报价是5亿，它的5亿1500万，它是5亿1那天4S 店，是不是啊5亿1800，5亿1800 4S 店，多了3000万。自从前天陪他去邦美署看车了之后，这2天还一直在想。不过今天感觉他的这个热情已经下来了，没有像前天那么冲动了。那肯定是吧？那要想一下嘛，现在买也不能买在自己名下，要找个越南人买，你怎么办？要不你注册一家公司了去买啊？哦，注册公司好像签证要办成投资签的。要投资签才可以啊。像我们这种工作签不可以办的，搞个首付，搞个分期的嘛，能存点钱，自己也玩一下，对不对？看看现在这种，哎呀，再研究，没合适的人选。来这里喝点东西，还在不停的看车。这是看这个名爵国产的，无边框车门，看来呢，明天又想去邦美署去看车了，看车已经看上瘾了，这次看的直接是奔驰了。自从和阿俊看车那个视频发布了以后，有很多朋友留言，他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为什么这么高性价比的名爵汽车在越南卖不过日韩系，甚至卖不过欧美系的？来自网友的意见呢，主要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说是没有时间的沉淀，日韩系的汽车进入越南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抢占了市场。如果国产汽车想在越南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还需要时间的积累。第二种说法呢，是因为越南人对中国的产品质量没有信心。因为在以前越南的摩托车市场是被中国的摩托车所占据的，但是后来活生生的拱手让给了日本的摩托车，就是因为质量太差了。所以现在国产的汽车想在越南扎稳脚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需要改变他们的观念，一定要用高性价比的产品来打开这个市场，然后慢慢的沉淀，让越南人慢慢的接受国产的汽车。
这个路还是相当的长的，没有那么容易。虽然在越南的一些小商品都是中国进口的，但是呢，这种高科技的产品，比方说汽车、数码产品，中国的产品在这边还是比较艰难。现在除了名爵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国产汽车已经进入了越南市场了，不过销售情况呢不是很尽如人意。比方说东风、长安，我听说呢红旗汽车也已经进入越南市场了，但是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是看不到的。不过在越南路上跑的名爵汽车还是比较多的，时不时都可以看到一辆。不过现在有一个信号是一个好消息，很多越南的年轻人慢慢的已经开始对中国的产品质量有信心了。比方说有很多越南的年轻人在淘宝上面买东西，然后寄到越南来，虽然那个运费非常贵，寄到越南之后比在越南本地买可能还要贵，但是他们呢就相信中国人在国内用的产品会比出口的产品质量要好，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国产汽车以及国产的数码产品能够在越南和日韩的产品和欧美的产品能够一较高下。老邱。我操，那个球打得好！哦，完蛋了，1-5了。今天又是1-5我赢了5局，阿俊1局。改天再来，改天再研究。改天又要来翻本了，改天又要来翻本了。